根据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的公开讲话显示，中国这次向塞尔维亚交付的是 FK3 防空导弹系统。公开资料显示 ，FK3 是我国红旗22中程防空导弹系统的外贸型号，射程为100公里，射高为27000米。它采用无线电指令加半主动雷达寻地复合制导体制，全程指令双模制导体制，可全天候作战，能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作战，主要用于区域、要地和野战空防。拦截各类固定翼飞机、巡航飞机、战术空地导弹、无人机、隐身战机等空中目标。FK3 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价廉物美。对塞尔维亚这种，我前面说了，经济不是很富裕，然后国土面积又不是很大，88000平方公里，它花少量的钱购置少量的 FK3，就可以为它的国家架起一个远程的防空网，还是非常划算的。尽管武契奇强调 FK3 是防御性武器，并且向中国购买是合法、合规、按程序透明公开的，美西方国家依然往中国身上泼脏水，称向塞尔维亚运输军事物资可能会威胁到该地区脆弱的和平。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的反问，直接戳破美西方双标的虚伪嘴脸。美国向欧洲、向台湾出售武器，你们关心过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了吗？中国向塞尔维亚出售一些常规军事物资，难道就会有损地区和平与稳定了吗？不仅如此，北约国家还以加入欧盟一事对塞尔维亚发出威胁。塞尔维亚2009年12月向欧盟递交其候选国资格申请，2012年成为欧盟候选国。早在2019年 ，FK3 获得塞尔维亚空军青睐的时候，就有美国官员出来威胁称，如果塞尔维亚想加入欧盟或其他西方联盟，就必须使其军事装备符合西方标准。面对这些威胁，武契奇也强硬表态，塞尔维亚是一个军事上中立的国家，宁愿做一头孤狼，让自己而不是让北约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并对此感到自豪。potpunosti okružen je NATO teritorijama, ne uvek NATO zemljama. Mi na Balkanu imamo dovoljno tih veličanstvenih životinja i uvek bih pre prihvatio ulogu vuka samotnjaka。武契奇这番讲话也表达了塞尔维亚人对北约国家的复杂心态。塞尔维亚是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中部的一个内陆国，前身是地域更为广阔的南斯拉夫联盟。再看现在的塞尔维亚，它周边环伺的其实可以说，我看了一下，除了波黑之外，剩下的全部都是北约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实际上处境很难，就是说，一方面要保持和俄罗斯的传统联系，一方面，面对着北约和西方国家的这种敌视，但他自己又要生存，又要发展经济。塞尔维亚还是在这种很不利的情况下，还是尽量保持自己的自主独立。根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讲话，这次向中国购买的是 FK3 防空导弹系统。请教一下张先生，这款防空导弹系统有怎样的特点呢？是如何击败俄制 S300，赢得塞尔维亚订单的？我们知道 FK-3呢，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进行区域防空进行要地防空。尽管它的射程和 S300、S400 相比要相对小一点，从塞尔维亚来看呢，它的国土面积比较小它的东西的这个跨度也只有200公里。那么这样的话，我部署几个单元的 FK-3，那么它就可以把这个塞尔维亚全境保护起来。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的性价比非常高因为这一款防空系统是我们国家的出口型，所以在最初设计的时候就会考虑到价格的因素。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 FK-3防空系统，它的未来升级的潜力很大它目前采用的是相控阵雷达，具有一定的反隐身的这种能力，也就是说我可以探测到一些隐身的目标。而且中国的整个的反隐身雷达的技术发展很快，未来
一旦塞尔维亚有这样的这个需求，我们可以迅速的对它进行升级改造。据报道，此前美国曾多次向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这2个北约国家施压，而两国依然对中国运20开放领空。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对此是如何分析？我们知道 FK-3它就是一个这个中远程的防空反导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防御性的，它不会对地区的安全造成负面的影响。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的上升。那么这些国家对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也在不断的加深，对我们的依赖也在不断的提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愿意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进一步加深和中国的合作和中国的关系那么从美国来说，它的主要战略目标这个遏制中国这样的一个目标，并不符合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这样的这些国家的利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为了实现自己国家的利益，他就不会跟着美国走。